咁講起夏天嘅水果，大家第一時間就會諗到荔枝、龍眼呢啲明星水果。但係其實咧，黃皮咧雖然名氣冇咁大，但係我哋嶺南人心目中嘅寶貝喎，而且佢仲有正氣果咁樣嘅美譽。咁黃皮到底有乜嘢特別咧？咁佢對我哋身體究竟好喺邊度咧？咁我哋如何食佢先安心咧？大家好，我係謝醫生。呢一期嘅影片咧，我哋嚟講講黃皮。咁黃皮咧，其實係一種芸香科黃皮屬嘅植物，都有人叫佢黃淡子、油皮或者係雞果皮。佢主要分布喺亞洲、非洲同埋大洋洲。不過目前真正有規模種植嘅地方，基本只係我哋中國啫，尤其係廣東、廣西同埋海南呢一帶。咁黃皮嘅果子咧，佢嘅香味特別，食起嚟係甜中帶啲酸嘅，咁嘅味道好有識別度噶。而且咧，佢個營養都幾豐富，好似多酚啊、有機酸啊、維生素呢啲成分都唔少喎。不過佢都有個缺點，就係成熟嘅時候咧，啱好喺高溫高濕嘅夏季咧，呢種氣候就容易使到黃皮喺採製之後咧就好快變得腐爛啦。所以咧，佢儲存同埋運輸係比較麻煩噶。咁目前咧，黃皮大多數都係攞嚟直接食噶，咁新鮮為主。咁造成加工品主要係果脯或者係蜜餞噶。咁但整體嚟講，佢個附加值唔高，都限制咗佢個產業嘅發展。雖然咧，有啲人唔係好中意黃皮嗰種酸酸嘅味道，但係咧，佢其實真係可以話前生係寶噶。喺廣東，黃皮仲有果中之寶嘅稱號。早喺《本草綱目》中咧就記載話，黃皮嘅果肉可以健脾開胃。民間都有句老話：飢食荔枝，飽食黃皮。意思即係話咧，餓嘅時候咧食啲荔枝補一補，食飽咗咧就可以食啲黃皮幫助消化。咁《廣志》裏邊仲講到咧，荔枝食多咗容易上火積食，用黃皮嚟解一解，效果唔錯。咁中醫認為咧，黃皮果性平微溫味辛甘酸，可以行氣消食。佢主要係治療一啲食積脹痛或者係脘腹疼痛。如果係食多咗積食消化唔好腹脹，食啲黃皮咧就可以幫助消化，起到一個健胃消食嘅作用。咁現代嘅研究都發現咧，黃皮裏邊嘅有機酸含量好豐富㗎。咁呢啲有機酸咧可以提高胃酸嘅分泌，幫助食物更好嘅消化㗎。同時咧，佢仲可以促進我哋腸胃嘅蠕動啦。舒緩我哋肚裏邊脹氣啦，對一啲氣滯引起嘅腹部唔舒服都有唔錯嘅緩解作用。另外咧，黃皮仲有一個比較好嘅作用，咁就係化痰止咳啦。咁《本草綱目》裏邊記載咧，話黃皮可以化痰止咳，你可能就會覺得奇怪。咁平時我哋食到水果，好多人食到都容易心濕心痰，但係咧，黃皮偏偏係個例外，係少有嘅可以化痰嘅水果。點解黃皮可以化痰咧？關鍵佢有行氣嘅功效。咁中醫裏邊有句話叫做善治痰者，不治痰而治氣，即係話咧，痰係氣唔通、氣唔順造成嘅。咁將氣痰咧，就將呢個氣咧理順咗。咁氣順咗咧，痰就自然化咗。咁黃皮咧嘅擅長理氣嘅，可以幫我哋調暢呢個氣機。咁氣一通，水液咧運行都舒暢噶。咁痰咧自然就排咗出去啦。就係由於呢個作用，黃皮咧同我哋熟悉嘅陳皮就好似，不過咧功效咧仲有啲藥香味，所以咧有啲人叫佢水果界嘅陳皮。咁如果你有痰啦，容易吸收或者係喘唔上氣啦，適當嘅食啲黃皮係有幫助噶。咁而家現代研究都發現咧，黃皮果裏邊含有好似黃皮參玉桂酰胺呢一類嘅活性成分，仲有唔少嘅酚類物質。呢啲成分咧都可以幫助我哋調理胃氣、舒張呢個血支氣管、緩解氣喘同埋肌肉痙攣噶，都起到一個止咳化痰嘅作用。咁唔單止如此，黃皮喺廣東咧仲有一個好有趣嘅稱號，叫做正氣果。咁點解咁叫咧？因為佢嘅性係比較中庸嘅，性平微溫，同西瓜、香蕉呢啲寒涼嘅水果唔一樣。佢唔會傷脾胃都唔好似龍眼、荔枝榴蓮咁樣比較偏熱嘅水果，食多咗比較容易上火。而且佢仲係可以健脾養胃，對脾胃虛弱嘅人嚟講咧比較友好。其實咧，黃皮除咗果肉有營養，佢個皮、佢個核、佢個葉，甚至係佢個根部，都係我哋中醫裏邊有各自嘅藥用功效噶。另外咧，
大多數人食黃皮嘅時候咧，都會將呢個皮咧去咗，淨係食裏邊嘅果肉。但係從中醫角度嚟講，新鮮嘅黃皮，佢個皮雖然有啲苦，就係有啲澀，但係咧佢係有理氣除痰化濁嘅一個作用。如果佢能接受咗啲苦味咧，其實連皮一齊食咧都得嘅。不過咧，我要提醒一下，而家種植黃皮嘅過程中咧，一般嚟講就會用一啲農藥㗎。咁如果唔可以確定係咪有機種植或者係冇農殘，我個人就唔建議帶皮食啦。好似我平時食買嚟嘅黃皮咧，一般就唔攞埋皮一齊食㗎，係咪安全起見？仲有咧，黃皮嘅果核咧都有用㗎。中醫講佢係性微溫，味辛微苦，有行氣止痛、解毒散結嘅作用。即係話咧，如果係因為氣滯引起嘅肚痛咧，或者脹氣咧，黃皮核咧都有一定嘅調理作用。咁再講黃皮根啦，咁中醫認為佢性微溫、味辛苦，有行氣止痛嘅功效，好似胃痛、腹痛或者係散氣痛都有，或甚至係風濕急痛、痛經啲問題咧，民間有啲人都會用黃皮根嚟煮水飲，用作輔助調理㗎。咁有啲朋友問謝醫生糖尿病可唔可以食黃皮咧？咁其實咧，只要呢個血糖控制得比較平穩，糖尿病嘅朋友係可以適量食啲黃皮㗎，但係一定要注適量呢兩個字啦。因為黃皮畢竟係含糖嘅水果，食多咗肯定會影響血糖㗎。咁黃皮嘅碳水化合物含量咧，大約係13.8克每100克㗎。咁作為一種咧含糖嘅水果，過量食用咧必然會引起血糖升高。當我哋糖尿病病人嘅血糖長期處於平衡嘅穩定嘅狀態之下咧，可以考慮適量咁食用啲黃皮。咁呢個時候咧，可以避免呢個血糖產生比較大嘅波動。同時咧，大家都知道黃皮中嘅糖分咧，主要係葡萄糖、果糖或者係呢啲單糖或者係雙糖。咁喺胃腸道吸收嚟講，相對比較快㗎。咁如果糖尿病病人一次過大量嘅食用咧，短時間都會大量嘅糖分進入我哋血液，會使呢個血糖咧迅速上升㗎，係唔利於呢個血糖嘅穩定控制。同時咧，血糖高嘅朋友，黃皮嘅食用咧時間都有啲講究，你應該避免喺餐後即刻食用㗎，建議喺兩餐之間，例如咧上午10點或到下午3到4點之間，呢個時候咧血糖相對嚟講係比較低嘅水平，適量咁食用啲黃皮之後咧，通過合理安排下一餐嘅飲食同埋適當嘅運動咧，可以更好咁控制呢個血糖變化。咁食用黃皮之後咧，糖尿病病人咧仲需要密切咁監察呢個血糖。可以喺食用前或者係食用後1個鐘、2個鐘時間嚟測呢個血糖，觀察呢個血糖波動嘅情況。如果發現咧食咗黃皮之後血糖係明顯升高嘅，超出我哋日常波動嘅範圍咧，咁就應該減少或者係暫停食用啦。而且都需要及時調整呢個飲食計劃同埋治療方案。同時咧，我哋要注意將黃皮所含嘅熱量咧計入當日嘅總熱量當中，相應咁減少其他主食或者係高熱量食物嘅攝入，以維持我哋全天嘅熱量平衡，避免因為熱量超標導致嘅血糖升高㗎。另外咧，謝醫生提醒大家，小朋友嘅腸胃咧係比較嬌嫩㗎，食多咗黃皮咧，有時會出現屙肚、肚唔舒服嘅呢種症狀。所以咧，我哋俾小朋友食黃皮嘅時候咧，就要注意控制量啦。最後咧，謝醫生再提醒一句，黃皮食之前也一定要洗乾淨，因為佢嘅表皮可能有殘留嘅農藥同埋灰塵㗎。咁多謝大家。